对于死后的这些东西吧，世界呀，还有什么？因为我读过其他的书啊，就是他可能讲死后第100个转世，到你后面已经不需要再转世了，你就是所有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他给你全讲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一本书讲死后的世界是1集45分钟的话，《太傻天书》相当于是一个讲了5季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剧，每一季里面都有25集，就是它的内容量可以达到这么大，所以他敢说自己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本书，因为他已经讲到你没有什么需要再知道的了。就是佛教的观念也是认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障碍，它提供了大量的胡思乱想、妄想的这种东西。大脑病毒，关于大脑病毒，好像老高和小莫好像也有提及。哎，我就觉得他们早晚会讲太傻天书，你信不信？他之前讲过海奥华预言，对对，我听了好几遍，海奥华预言也非常好，就是他最后也是讲到了灵性，就是讲生命啊、文明的最终的发展方向都是灵性。因为他们的那个阶段，文明的阶段，是他说自己是地球那个宇宙的第9级嘛，就最高等级文明了嘛，没有再高了啊，最高了。然后他们能够提出来的建议也是要让我们地球人发展灵性，这也就是跟我之前所学的所有的这些体系都是能够相通的。为什么要节省时间呢？因为耶稣和高等文明认为我们在这个是他为什么这么迫切的想让我们节省时间啊，减少这个轮回。其实我现在也是公布答案了，就是所谓的节省时间其实就是然后如果说你转世的话，就是说所谓的投胎呀，就是这种也是你这7个脉轮去投到一个新的生命上啊，是生命就非生命的也存在脉轮。对，这些其实我们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距离我们的现实太遥远，而且是这个认知可能都爆了。它达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它已经可以看到能量的流动方式了，就跟图像是一样的。高等文明的话，它的灵性一定是发展很高的，它都是成正比的。提到高等文明，就不得不提这个刘慈欣的这个《三体》这个作品，黑暗丛林法则，那是不是也不太贴切，就是不真实？高等文明的话，它的灵性一定是发展很高的，它都是成正比的。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其实扪心自问都能感觉到，我们爱他人肯定都有，爱父母啊，爱自己的什么伴侣啊、孩子啊，对吧？但是我们能达到说一个天平上，我和父母或者我和其他人，我的比例是更轻一些的吗？你可以保持轮回，就是你可以不选择，然后一直在这个第3密度去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如果你想继续想往下发展，那么你要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超级就是这个吃药成佛。那么真的存在这种药吗？哎呀，这就不是我能回答的范围了。所以这使得我们不停的在这个地球上轮回，因为这个宇宙就是这样去设定的这个法则规则。你看佛认为轮回是苦嘛，是痛苦的，是一种惩罚。对对对，它跟生命的本身可能是有点相反。你说这个轮回为什么不能继承前世的记忆？这样的话不就是会加速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太傻天书也提到了，其实他说，因为如果你有前世的记忆，有太多的干扰，你其实是活不好这一世的。就刚才讲了这个为什么说走进这本书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引导的过程吧，相当于。然后我相信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版本的一个走入到这本书的过程啊，大家都是有经历的人。你可以提问我，就是说你对哪方面感兴趣，或者说你想了解这本书的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快速的给你。因为刚才我们算是一个导言吧，讲讲故事先聊，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进入这本书我们翻开这本书，然后你作为一个就是对这个书不了解的人你看看你想从哪方面开始去了解它。因为你根本不想了解它是吧？不是，我其实问题很多呢。
就是比如说人呢，这一辈子短短的一生，如果生命是短暂的，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对，因为我看过很多视频，就是有那种濒死体验的人，他们描述的那个场景，让我认为天堂或者是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存在的。那么具体能不能去验证呢？那肯定是要到每一个人，就是说真正走到最后的那一天才会得到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又不能传递出来。我认为的这个，你就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想说你感兴趣的这些死后啊等等等之类的这些，首先说在这个太傻天书里边是不是有提及，或者说他有没有去证实这些东西，是不是有没有去提到？对的。其实这本书呢，它对于死后的这些东西吧，世界呀，还有什么，它不仅是说提到很多，然后它是可以说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因为我读过其他的书啊，就是它可能讲死后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第10个阶段，但是太傻这本书它厉害的地方在于，它那个10个阶段对他来说太少了啊，他可能把后边的，就是可能你第100个转世到你后面已经不需要再转世了，你就是所有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他给你全讲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一本书讲死后的世界是1集45分钟的话，太傻天书相当于是一个讲了5季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剧，每一季里面都有25集，就是它的内容量可以达到这么大，所以他敢说自己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本书，因为他已经讲到你没有什么需要再知道的了。那你认为他就是我也可以继续的去讲啊，因为你刚刚跟我说，就是咱们上一个这个导言的时候啊，说的太笼统了啊，没有直面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你给的这个反馈都特别好，特别真实，就是我可以去讲。比如说你说死后之后会怎么样，那太傻天书他就会直接告诉你，死了之后，你的所谓的这个灵魂，那么它不会灭，它不会死，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跟其他的这个理论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然后你的这个7个脉轮吧，啊，就是你生命的这个能量的这个一个根本，它会一直跟着你，然后直到就是你进入到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第7密度以后，它就无法描述了啊。也就是说你放心，你从第3密度一直进化到第7密度，提升到第7密度，这之间你都不会，你的本质都不会有什么改变，你就是这7个脉轮啊，7个能量中心，这个模式是不会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认为生命是一个肉体，是一个身体，是一个物质化的东西。那么太傻天书直接告诉你，你的本质是就是咱不说终极本质吧，咱就是说比肉体真实一点的这个本质，是你有7个能量中心、7个脉轮构成的。这个和非常多的其他的理论是一样的。那你能用这个通俗的语言，因为我不太了解，对脉轮不太了解是吧？就你可以就是说上网去搜一下什么是脉轮，然后看一下那个图片，它是从我们的这个头顶，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个肚脐眼这个位置，然后排列了7个能量中心。那么这个中心的话，那它为什么叫脉轮呢？这个轮就是它就是其实是类似于像在旋转这种感觉的，它是7个能量旋转中心，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每一个能量中心它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也就是说你的本质，这个接近于你真实的本质了啊，可以拆分成7个中心。你有这个你作为一个人类，你不是肉体构成的，你其实是这个7个能量中心构成的。也就是说，你肉体死亡之后，你这7个能量中心它不会受影响，然后它会继续存在。
然后如果说你转世的话，就是说所谓的投胎呀，就是这种，也是你这7个脉轮去投到一个新的生命上。然后他讲的一个就是说更让大家难以接受的点就在于，他说所有的存在都有7个脉轮，包括一只蚂蚁、一个苍蝇、一只狗、一个猴子甚至他甚至到就是说一棵植物，他再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一颗石头是生命，就非生命的也存在脉轮。对这些其实我们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距离我们的现实太遥远，而且是这个认知可能都爆了，你也理解不了但是他们这种已经到那种层次的人，他是可以真正去看到这些存在的，就像那个超体那个电影演的一样，他达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看到能量的流动方式了，就跟图像是一样的。他因为看到了这种更真实的世界，所以他才会去他敢去讲这些东西他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而且你要理解一点，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宗教文化也有相同的结论，就大家最后都是看到了这7个脉轮，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究竟是真实的呢，还是大家自己想象出来的呢？说到超体，我感觉这部电影就是，首先呢，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就是我也看了很多遍，感觉很刺激我的感官。然后其次呢，我呢就更加认证了一些之前的一些你跟我讲的一些说法，像，对，你说。超体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我可能看了不止10遍了吧，可能都得有15遍以上。然后恰巧他还是我就是可以说是最喜欢的这个导演吕克·贝松拍的。对，拍变形金刚的那个。好像不是，是拍第五元素，然后那个变形金刚是迈克尔·贝，我刚才说错了。对，就是他还拍过什么这个杀手不太冷吧，第5元素，然后潜行之城那些，就是他都是拍那个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天使艾米丽，好像也是他拍的，我记得好像是法国的。然后他就是拍的片首先是特别好看，然后再就是他的表达的内容和意义，我觉得特别超前吧，特别前卫，就是。然后超体这个电影，我以前听那个法师讲这个佛学理论的时候，他也提到过超体，然后他说超体都是方向都是对的，然后他说超体是什么？超体就是这个吃药成佛，就是通过吃药的方式成佛了。然后我就印象挺深的。他们真的存在这种药吗？哎呀，这就不是我能回答的范围了，我上哪知道去？你看，虽然我们观众就是认为这部电影很神奇、很震撼，但是如果说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一切其实答案其实已经给到我们，对吧？反正我觉得你是吃药也好，还是修炼也好，这个可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指明了这个方向的可行性。就是人最终是可以达到这种存在的这种状态的，这个我觉得挺鼓舞人的。这个修行信佛也是开发大脑的这个一个方式，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太傻天书也提到过这些类似的东西，就是为什么修行，为什么他提供的这些方法。你照做之后，会慢慢的你会提升，然后包括你对于你生活的这种，和包括你大脑的思维的这方面的提升，全都是有的。它跟佛教的很多东西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佛教的观念也是认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障碍，它提供了大量的胡思乱想、妄想的这种东西，然后我们的认知不够。定力不够，我们就会任由这些思维去扰乱我们自己，去甚至是折磨我们自己这个就是他太傻的整个的第一篇讲的，就是大脑的病毒。大脑病毒，关于大脑病毒，好像老高和小莫好像也有提及。我就觉得他们早晚会讲太傻天书，你信不信？我觉得有可能。
在未来的这个某一天真的有可能。那就看你这个预言准不准。哎呀，我觉得8九不离10吧，因为《太上天书》这本书是我看过最全面的一本书，只不过它现在不是很火。他之前讲过海奥华预言，海奥华预言你也看过对吧？对，我听了好几遍，然后海奥华预言也非常好，就是他最后也是讲到了灵性，就是讲生命啊、文明的最终的发展方向都是灵性。然后他也提到了说，我们地球人太不在乎灵性了，然后就是可以说他挺遗憾的，就感觉吧，就是海奥华这个高等文明，他认为我们地球人还挺初级的，就是你说失败点就是挺低级的。对，因为他们的那个阶段，文明的阶段是他说自己是地球那个宇宙的第9级嘛，就最高等级文明了嘛，没有再高了啊，最高了。然后他们能够提出来的建议也是要让我们地球人发展灵性，这也就是跟我之前所学的所有的这些体系都是能够相通的。所以其实也挺鼓舞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同方向的这种资讯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让人类赶快提高自己的灵性水平，这是他们认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方式不能说是唯一方式，但是他们都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所以这个其实我也回答了你，我就是上一个导言当中我说的这个，为什么要节省时间呢？因为耶稣和高等文明认为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这个痛苦的轮回当中困得有点太久了，他认为我们很痛苦吧，可能就是我的理解可能也不太准确，反正就是包括太上天书作者也是，他为什么这么迫切的想让我们节省时间减少这个轮回。其实我现在也是公布答案了，就是所谓的节省时间其实就是减少轮回的这个时间次数。因为你看佛认为轮回是苦嘛，是痛苦的，是一种惩罚。对，它跟生命的本身可能是有点相反的，背道而驰。为啥？因为生命设计出来本身不是用来遭罪的，不是用来痛苦的所以这就扯远了就是说节省时间，最后节省的其实就是你痛苦的时间，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逻辑其实是通的，对吧？对，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那他提出的建议一定是减少你痛苦的时间的，对不对？对吧？那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这个高等文明，要提到高等文明就不得不提这个刘慈欣的这个《三体》这个作品。那么他认为的这个森林黑暗法则，黑暗森林法则，黑暗丛林法则，那是不是也不太贴切，就是不真实？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高等文明就是不会去这个侵略，对吧？就是我讲的这些吧，都是我的一个认知和我的一个理论就是当然具体真实怎么样，咱也肯定是讲不出来。但是说就我的理解来说，肯定是和刘慈欣的这个想法不是太一样，因为刘慈欣就是说他也未必真实的想法是这样，他只能说他是在他的小说当中构建了这样的一种思想体系来完善他这个作品的逻辑性，他本人未必会这么想咱不能去说去揣测人家或者贬低人家。就是说就这个黑暗森林法则的话，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黑暗森林法则首先它定义了这个宇宙是一个森林，然后呢还是黑暗的，然后还存在这样一个法则，这些其实都是有前提的，就是宇宙一定是一个森林吗？为什么不是一片空地呢？大家彼此都是看得见的呢，是透明的呢？然后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一定是黑暗的呢，而不是光明的呢？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前提，它其实是狭窄的定义了宇宙首先是个森林，互相之间都是隐蔽的状态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第二点，他认为大家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所以是黑暗的嘛，就是我容不下你，你也容不下我，我们不可以共存，我们不可以合作。
这个我解释的应该没啥问题吧？就是黑暗森林这4个字。然后法则呢，就是说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那么大家只能你死我活，一种很原始的这种状态啊。这个结论不成立的原因就在于，我是认为这个结论不成立的啊，就在于我认为宇宙，所谓的高等文明吧，它一定不是这个就是怎么说是一个大森林一样的这种，因为我们的森林是地球上这种存在的啊，你不能说宇宙就也是这种隐蔽的。为什么宇宙的高等文明之间不是那种互相都建交的呢？就像联合国似的，对吧？大家都是非常协作共赢的这种状态呢，对吧？高等文明和高等文明之间是邻邦，是好朋友，它不存在同盟物链这个。对，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毁掉你呢？对不对？这个内在的动力不一定有。再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你已经是很高等的文明了，你可能对于低等文明的这种需求几乎就是为零了。就是你能达到的这种科技水平，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极度匮乏低等文明存在的这种资源。它一定是解决了它社会内在的所有的矛盾和资源，它才能发展到那种级别的文明。比如说劳动力不足，那一定是社会的这个文明还不够高，它才会存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那高等文明它肯定是高度机械化的，这咱用地球人这个级别都能想明白，对吧？肯定不能是用双手去干活，所以它肯定是不缺劳动力的。那你说它缺资源，那高等文明利用资源的能力，那一定是远超地球的。对吧？地球人的，那地球人利用太阳的这个恒星的这个资源，咱们都知道是微乎其微的，是几乎全是浪费掉的，对吧？你就像高等文明，它利用恒星的这种能源啊，太阳能啊，包括一系列的这些能源的能力，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它不缺能源，它不缺劳动力，那它就缺什么？缺地方吗？我觉得地方应该也不缺吧，宇宙有那么多的星球，这个资源也不是什么稀缺。那你说缺乏某一种元素金属吗？我觉得这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你就是说宇宙的元素分布的其实还是挺平均的。包括他们对于某种元素的依赖一定不是那么强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可替代性方案。你就比如说现在人类对于材料科学的研究，就是我原来必须用铁造的东西，我现在可以用塑料。就是你的科技越发达，你的能源替代性、你的材料替代性就方案就越多，你的解决方案就越多，那么就意味着它依赖某一种特定的物质啊元素的依赖性就越小。所以说你从各种结论上这个角度上去解析高等文明去侵略也好，去迫害也好，它的内在动力其实不是很强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黑暗森林法则其实不是太可能成立，因为能够走出自己星球的这种高等文明，它一定不是那种特别匮乏的文明。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就是高等文明这些外星人看待我们人类的话，就类似于我们人类去看一窝蚂蚁，看蜜蜂，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对，但是如果说你用这个比方的话，很多人就会有另外一种思考，他会觉得那我们去这个踩死蚂蚁啊，就迫害这个小动物，我们也是没有原因的，对吧？其实这个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因为你就像海奥华预言他讲的，你高等文明的话，它的灵性一定是发展很高的，它都是成正比的，灵性的发展程度和科技的文明的发展程度是正相关的。那么如果你的灵性很高的话，你就不会去做出那些残暴的那些虐待性。对，这个外星人素质要比人类要高一些。太对了，因为灵性的话，用另一个词代替的话就是爱。灵性很高就意味着爱的等级很高，爱的能量很高。那么充满了爱的这样的存在，它是不太可能去做有悖于爱的事情的，去虐待呀，去虐杀呀，这种低级趣味的东西，它是已经脱离了的。它更多的是去帮助、协助，或者说去开导，然后怎么说呢，就是高等的这种灵性高的存在，它是很有慈悲心的。
你看人类就是一种，普遍来说吧，就是人性比较正常的人啊，不是心理扭曲的、心理变态的。普遍来讲，咱们是比较有慈悲心的，对吧？看见什么这个受伤的动物啊，都会去帮助啊；受伤的人呢，我们也会去帮助，对不对？但是你看动物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讲就比我们冷血一些，它就没有那么强的同情心，所以这也是灵性高的一种程度的，就是一种角度的展现吧，就是。对你说的这个动物原始的本性啊，就是比较冷酷无情，但是受到这个人类的爱的感化的话，它也会有所改变。就比如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在国外有一个小姐姐，然后她捡到了一只这个受伤的狼，然后就天天给它喂肉，照顾它，帮它治病。后来这个狼就仿佛就被驯化了一样，就通人性了，就像狗一样，天天就陪着这个小姐姐，然后就成了他们的家庭一员。我相信未来如果真的人类和这个高等文明这些外星人接触的话，会在他们的这些感化下，也会改掉人类本性的一些劣根性，也是一种很好的提升。对，因为高等文明，无论是这种就是，就是说按太上天说的，你是服务他人的体系，还是服务自我的体系，他们所谓的高，都体现在他们不会是很强硬的方式去与人去相处啊。比如说这个为他人服务的这样的高等文明啊，因为以后你就会知道，宇宙再往上分就会分为两波势力，一波是为他人服务的，一波是为自我服务的。那么为他人服务的这波的这种，就是他是非常慈悲的，然后他只会去协助你，他不会去限制你的自由啊，他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才去帮助你。为自我服务的这波呢，他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残暴，那么的就是恐怖。其实他们因为达到了高层次之后，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他们不会用那种原始粗暴的方式去对待我们，他们也是会用一种就是相对来讲圆滑的手段，不会让我们觉得是很痛苦的。这个书里都有提及，就是高级的这种自我服务自我的体系，他们用的是一种控制手段，但是这种控制手段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在很痛苦的压抑的被控制，而是你很快乐的被控制的，是这样的，就是以德服人。它会让你觉得对，是你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它这里边有一种高超的操控术，就是操控体系但是你在其中的人，只要你接受了这个体系，你不会觉得你被操控了。它这个神诡异之处其实就在于这里。但是灵性很高的人，或者不是这种服务自我的人，他会有强烈的感知，他会觉得有束缚和限制不够自由吧。这个其实我们以后都可以讲，就是到底服务他人的这个社会这个体系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服务自我的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包括在反观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处于哪一个阶段，更倾向于服务他人还是服务自我，这些都会很有意思，就是它内在的逻辑是非常这个自洽的。讲了挺好，我也可能听明白。就是服务他人和服务自我是未来整个宇宙的，就是从我们这个第三维度再往上的一个主要模式是主要模式。然后它会有混合性，就是不会有一个文明是完全服务于他人，也不会有一个文明是完全服务于自我，它都是混合体，只能说是倾向于服务他人还是服务自我。就类似于说现在地球，你也不能说地球完全是一个服务自我的一个社会文明吧，我们也是有公益的，有这种对吧，很多很多这种服务他人的这种东西的，但你也不能说地球完全是一个服务他人的一个社会体系，对不对？地球也是一个混合体，但是你文明要想往前走，你灵性要想往下一个阶段去进化，你就必须要做出选择，然后选择你的这个主要道路。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这两条路上同时走，你最终你要选择一条路。这就是灵性的发展道路。
所以这就是之前我说的，我们地球处于第3密度，然后你问你说啊，那我想提升，我怎么能提升？其实就是的，做出你的选择，你才能往下走。你如果不做选择的话，你是走不下去的，你只能在这个选择的这个密度当中继续轮回，轮回，轮回，直到你的灵性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你才能再往下走。所以，第3密度就是一个选择的密度。如果让人类这么多人口去做选择，那么还需要像你这种传播正能量的人，更多的这种人出现。因为人类的思想并不统一啊，对吧？可能有的人从出生到一生结束，他都不会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啊。就是我觉得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其实一个是什么，这方面的资讯吧，从可能2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一直在传，它没有停过。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讲太傻天书呢？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太傻天书它是可能把这一切讲的太过于明白了，太过于直白了，以至于你可能你都无法不去相信它，就达到了这种程度。就它已经就是明确到你已经无法辩驳了吧，类似于这种感觉吧。其他的这个宗教啊，或者是灵训啊，它其实讲的咱不能说是笼统吧，只能说是它肯定是把你往好的那个灵性层次高的方向让你去发展，但是它不会给你定出来这么多个阶段，1、2、3、4、5，它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章法。太傻天书你可以把它就当成是像一个教科书一样。明白了。对，所以说他把这个灵性这个成长的阶段分得这么明确的目的，其实也就是让我们有路可走，或者说有这个台阶可走。那你要说直接你去成佛，你会觉得因为难度太大，完了选择直接放弃。那所以说他们这些这个书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你有迹可循，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到，但是最终的这个目的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看那就是我说一个话题吧，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在第3密度，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如果你要想往下走，我强调的是，如果你要往下走，就是继续发展你的灵性往下走，那么就意味着你也可以不发展你的灵性，一直停在这个阶段，这个你能明白吧？明白。你可以保持轮回，就是你可以不选择，然后一直在这个第3密度去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如果你想继续往下发展，那么你要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其实这个里面这个必须吧，就是有点违背这个太傻原则了。为什么说这个就必须了？实际上它这个所谓的必须是讲的一种必要性，就是前提是建立在你自愿选择往下发展的情况下，那么你就需要去做到这一点。我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想过一条河，你可以绕道，你也可以走桥。那么如果想你也可以不过，它就是这个意思。对，你也可以不过河。你要想通过桥的话，那这个建立这个桥就是必要性。对，就是他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不是说你必须要过河，你不过河也挺好的。然后如果说你就是想过河，想提升到下一个阶段，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所谓的必要性了，就是你得做出选择，因为你不做出选择，等于说你没有办法往下走。并不是说他给你设了一个定义，我建议你必须什么，他根本就不会这样那违背他的思想原则。他只是说我给你提供一种方法，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抽烟的，他会告诉你，你抽也行，不抽的话，你想戒掉它，我会给你一个方法。那么如果你就是说按照我这个方法，里边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忌口，就类似于这种感觉。但是并不是他强迫你去戒烟，是你自己有这个主动性。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自己选择了要继续往下发展灵性的话，走到下一个阶段，提升到下一个世界层次，那么你就要去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你要去选择服务他人还是服务自我。那你
你觉得什么是服务他人？就是分享。服务他人，首先看这个对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就是尽可量的满足对方的需求，这就是服务他人。而且要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能感受到快乐，这才是一个良性的服务嘛。如果你感觉到不快乐，你应该也不会去服务他人。那就是单方面的服务了，就是那你觉得什么是服务自我吗？服务自我，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你觉得什么是走上服务他人的道路呢？走上服务他人的道路，我认为前提是自愿。那肯定的呀，我刚才也强调了，我就说，走这个路一定是你自己要走的，没有人逼着你走。自愿的话，那就是说双向服务，就是我在满足你的一些需求的情况下，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些成就感，也是很开心、很快乐的，自愿去做这件事。这种双向的服务，如果是能达成这种目的的话，就是肯定会愿意走向服务他人的这个路啊。其实就是灵性的这个选择吧，走上不同的道路，它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你看，我试着给你就是归纳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人会走上服务他人的道路，或者走上服务自我的道路？因为你这个灵性吧，灵性就是爱啊，你这团爱，它到了这个阶段，它要想继续提升，它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会遇到一个分叉口。为什么说要找到一种方式才能继续往下走，或者说遇到了这个分叉口呢？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这两条道路，它俩是很不一样。这个之前我可能也没太多思考过啊，就是也是一边给你讲一边去理清。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分成服务他人和服务自我，有这么明显的一个界限呢？两者甚至就是可以说是不相容的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服务自我的同时又更多的服务他人，反过来也是一样，你没有办法服务他人更多的情况下再去更多的服务自我，他俩是有点相悖的因为你刚才说那个意思其实就有点混淆，就是说我要达到一种很完美的状态，我既服务了他人，我同时又很好的服务了自我，那我只能说你这个其实是一种很美好的一个愿望，一个愿景，但是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或者说这些走过灵性的这个道路的这些人们啊，就是这些先行者们，他们发现这样走不通，很难达成这种条件。对，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地球上第三密度的这个人这么的多，因为我们就是做不出来这个选择，我们总是在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的这种状态，就是我能不能既服务他人又服务自我。其实如果说有这样的路可走的话当然是更好，但是确实是没有，因为所有的先行者过来人他会告诉你这个是走不通的你只能是更多的服务他人，或者是更多的服务自我，然后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具体的度，你才能继续往下走。就比如说我就具体解释一下吧。有很多人觉得那我其实是服务自我肯定有，但是我也同时也服务他人呐，我对他人的爱也是很多的呀。它这里面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你之所以还是一个第三密度的存在，是一个人类，你是没有服务他人的比例超过服务自我的。这个是很明确的，因为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服务他人50%以上，那么你就可以达到第4密度了，就是你就会毕业达到第4密度。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其实扪心自问都能感觉到，我们爱他人肯定都有，爱父母啊，爱自己的什么伴侣啊、孩子啊，对吧？但是我们能达到说一个天平上，我和父母或者我和其他人
我的比例是更轻一些的嘛。这个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做到的。所以太上天书他说到，他说其实大部分的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毕业，因为大部分的人是服务自我达到可能60%到70%多之间的这样一个比例，60%到80%之间吧，就这么去理解。就是我们不会完全的服务自我因为你完全的服务自我的话，你会毕业到第4密度的服务自我的那条道去，那个层次去。我们又没有办法完全的服务他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服务自我，我们只占60%到80%的服务自我，我们还留出了20%、30%的爱去给他人，所以就使得我们不停的在这个地球上轮回，因为这个宇宙就是这样去设定的这个法则规则这个我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只能说就是有这么一个法律，这么个规则，然后我们不做出选择的话，就会永远在这一层轮回，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高层次的存在，包括服务自我的高层次存在和服务他人的高层次存在，会来着急，想让我们快一点毕业，快点做出选择，所以他们的本质都是想节省我们的时间。你说这个轮回为什么不能继承前世的记忆？这样的话不就是会加速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太上天书也提到了，其实他说，因为如果你有前世的记忆，有太多的干扰，你其实是活不好这一世的。而且你这一世的很多的目标，很多的这个设计都会失效。这个就类似于，如果说你这一生是一场考试的话，那么你都带着答案来的话，你这个考试等于是一个无效的考试，那么你其实是在更浪费时间。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轮回，第3密度轮回的一个比喻就类似于什么呢？你是在不停的考试，然后不停的考不过。但是如果没有这种遗忘的这种机制，你是带着前几世的回忆这个记忆的话，你等于是一直揣着答案在考试，那么没有意义，因为你考过了，你也不可能算你过，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考试了，你就等于是在抄答案，你没有在考试。所以他一定是不可以这样去做，这个逻辑其实能想明白的。所以你必须要忘得干干净净，你才能交出你的答卷来。等于是必须忘掉过去的这个转世的记忆，逼着你去做出选择。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这一世做了一些很正确的事情，转世了就变成了一个恶人？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人的每一世都是不一样的。你这一世是个好人，不代表你前几世都是好人，就是每一世的这个剧本和设计是不一样的。他的目标也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当恶人的那几世，他的目的可能就是让你去体会这种，做这样的一种人的那个感觉，让你可能感觉到其实做恶人也没什么意思，也没有意义，然后你就会看清这个东西，然后你再下一世，你就不会再去这样选择了。因为根据他的这个很多理论，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你通过反复的体验，你自己得出了一个答案和结论，你才会选择不再进行这样的体验。这也就是佛教说的这种，你的执着会让你不停的陷入轮回，因为你执着某一种体验，你就要去反复的选择回来体验，直到体验到你觉得没意思为止吧，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不需要再体验了，那么你这个轮回的一个诱因就减少了一个，那么直到有一天所有让你轮回的这个诱因都不存在了，你所有的执着都没有了，那你不就不轮回了吗？但这个过程说的简单，实际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我们主要的障碍其实也在于这些诱因上，要不然人不直接就成佛了吗？等于是内心里真正的放下了一切，
这个距离我们有点远。你别说放下一切了，就是放下一个欲望、一个执着，我们可能都做不到。对，不要说一切，一个可能都做不到。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未来的路还有多远。咱们今天结束这次聊了这么多的这个话题。没有结束啊，我们这不是刚刚开始嘛，这是一个入门片儿，就是，因为它这个软件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觉得是开始这个下一场吧，相当于一次就只能是60分钟。然后，行，然后咱们给这个先给停一下，然后把这个素材发给他，看看能呈现出什么效果。好，我现在就停止了哈。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